Hello， 这里是爱探店的芋圆。理想呢是这样评价全新一代理想 L9 的，不去和同级卷这个参数升级，而是呢创造体验代差。而且啊，截止到我今天探店的当天呢，就是全新的理想 L9，它的5月份的准线车是已经全部售罄了。所以这辆车真的是非常的夸张，我也很好奇它的一个真实体验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呢，到店来替大家来实测一下2、3排空间以及它的一些配置，来看看啊这辆车还能不能算得上是同级的卷王呢？全新理想 L9 呢，它的外部开门方式是有3种的。第一种呢，就是点按个门把手上的按键，按一下会自动的开门。全新理想 L9 呢，4个车门都是电动门。然后第2种方式呢，就是触摸感应，对，你手搭进去，它也能自动的开门。那第3种方式呢，也就是机械的门拉手了，直接就拉开，非常的方便。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第2排。比如我打开2排之后，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车门的开口度，就是它相比同级来说呢是没有办法就达到完全的这个90度的一个开关门啊。然后这个空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觉得进去方不方便啊？但我170身高的人就是体验了一下，就是上下没问题。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门内侧呢，它是有一个50毫米的电容式的防夹条，比如说宝宝啊，或者说不太注意的话，手放在这个位置呢，它也是能够防夹的。车门呢还有一个就是防摔门的功能，比如说我大力的关门，你看都会非常轻巧的合上的。下方的这个电动踏板呢是需要花1万块钱去选。刚刚我们的摄影师已经给大家试了一下，发现啊，就成年男性双脚站在上面呢也是比较扎实的。进入到第2排，带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2排的开门呢也是有3种方式的。第一种，对，就是机械的拉手，然后手肘然后往外啊，然后就可以打开了。那第2种的话，这里是有按键的。然后第3个，也就是在头顶的上方，这里也是有开关按键的。新款理想 L9 这一次是有4个零重力座椅的，主副驾和这2个座椅调节按键就在你的这个扶手上面啊。你看，然后我们先看啊，第一个就是座椅的加热3档的，然后第2个是座椅的通风3档和座椅的按摩，然后一键零重力座椅是在第4个按键。零重力座椅，你看。首先，这个我是在主驾后面这个位置，所以呢，主驾位置会往前移到最前，然后我的腿托呢会抬起来，靠背会下降。对，我个人是觉得啊，它的一个零重力调节就是还是很丝滑的，而且呢，操作的速度很快，而且特别的安静啊。零重力座椅呢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就是它的靠背呢是大概呈120度的，如果你觉得这个靠背不够仰的话，你自己再往后调啊就没有办法。然后第2个就是你看它腿托抬升呢，我基本上这个大腿承托还是非常到位的，腰部呢也没有悬空。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啊你同时就是想要打开4个零重力座椅，这个是没办法实现的，因为这2个座椅展开的话，主副驾都会靠前。如果是主副驾打开零重力座椅，这2个位置就没有办法体验了。我刚体验了一下理想 L9 的零重力的模式，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身高175以下的人坐着应该是会最舒服的。但如果说你是个高的朋友的话，还是建议到店来真切的感受一下这个腿部空间到底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就这辆车的一个按摩模式，我觉得值得重点讲一下。它呢是支持10种的按摩模式的，但是你操作的话，这个按键是没有办法就是进行模式切换的，你可以通过理想同学或者说下方的这一块灵动岛的触摸屏，就这块屏幕先来讲一下，老款的理想 L9 它方向盘上面那个仪表屏幕是取消了，就现在换成了前方的这块小屏，而且呢可以操作的功能都特别多。我们先来看按摩的模式，除了10种的按摩方式之外呢，比如说你还可以进行切换成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臀部啊、全身啊以及背部啊，还有就是3种的力度，然后它还有一个是热时，然后你打开了这个热时模式之后呢，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腰背部的这一块呢是在发热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对于腰椎不好的朋友还是挺好的。它的这种按摩呢是气囊式的，就算我调到这个强力的这个标准的状态下啊，我个人是觉得也是蛮轻柔的，是没有办法跟比如说商场的那种按摩仪啊大力出奇迹的这种感觉是没办法比的。但是呢，像长途的一个解乏呢，个人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下方的这个冰箱，现在呢是10升啊，然后温控调节呢是0到50度。这一次是支持电动开启，就是关闭的话呢，也是电动的关闭啊，就是不能大力的使劲把它推啊。它这一次冰箱呢，除了常规的冷冻啊，包括热饮之外，它还增加了几种模式，比如说温奶
和这个药妆，就是这种固定的温度的一个调节啊。当然，这块小屏除了调节座椅以及说空调啊、冰箱啊，包括音乐之外呢，它还可以操作两侧的这个遮光玻璃。等会儿我们放到后面来讲，包括上方的遮阳帘都可以来进行操作的。但我个人是觉得啊，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我正常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这个安全带系好了，我这样去操作的话，还是会有点费腰啊。所以呢，更多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理想同学来进行操作了。我们再来看这辆车的隐私玻璃，就是这一次呢，2排和3排都是这种隐私玻璃啊。然后模式呢，一共是有3种的：通透、防晒和隐私。当然啊，这个深浅程度也是会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按键呢就安排在了这个车窗按键的后面，调节还是很方便啊。但是它操作有一项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你是通过这个车窗上面的按键去调的话呢，基本上它是控制这2个车窗的，就是我调了之后，右边的这个车窗也是会变化的。如果说你只想调单侧啊，除了通过理想同学，当然也可以通过这前方的这个小屏来调单侧的一个玻璃。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现在1档，好，现在呢是一个通透的模式，我们切换到这个防晒1档来看一下，怎么样？大家肉眼变化大不大？差不多这个反应的时间，我估算了一下7、8秒的这个时间啊。现在就是2档的状态，玻璃是全隐私的一个状态了，怎么样？还是很黑的，对不对？如果你个人是觉得这个隐私性还不够的话，好，配备了电动的遮阳帘的，这一下呢，对，是不是就非常的隐私了？我们再来看上方的这块吸顶屏幕，它是支持这个120毫米的滑动形成的，就是它可以从这个位置移动到这个位置。然后操作呢有几种模式，首先第一种就是方便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系着安全带，对吧？我不方便去滑动的话，第一个就是上方摄像头识别到我的手势动作，对，它会滑移到这个位置，然后我就非常方便的可以进行点击了。好。然后我现在随机点击了一个视频，它差不多大概等个半分钟左右，它这块屏幕呢就会移回去，更加方便我们观看了。第二个操作呢，就是前排的宝宝王们想要给后排的宝宝打开后排屏幕，直接双击屏幕2下，后排屏幕自动的下降。最后一种模式呢，就是打开零重力座椅，它后排的屏幕角度呢也会自动的调节。当然，这个也是为了更好的方便你休息的时候，这个观影角度会更好。我们再来看2排的一些配置啊。首先呢，主副驾对2块小桌板，而且呢这个面积做得更长了啊，就是方便你放物品。然后还有上方这2个位置都是有的。它2块化妆镜，色温呢是有3种的，然后亮度呢也是有3种的，真的是考虑的非常的到位了啊！我感觉这个2排就差一些放化妆包的地方了，基本上这个2排都可以成为你的移动的衣帽间。再来看座椅的材质，新款的理想 L9全车6个座椅都是使用的 Nappa 的真皮，而且呢，相比于老款呢，它最大的不同就是使用上了这种双缝线的菱形的这种设计啊，而且呢，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你捏上去是非常软乎的。它里面呢是加了3D 的海绵，就是基本上啊，你短途的时候坐着挺软乎的，长途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它里面呢是有支撑的。但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座椅设计，相比于老款来说呢，高级感啊还是提升了很多。它这2块地方呢是搁手机的啊，不能进行无线充电。然后它后方呢是有这种有线的 Type C 的一个充电的接口。它特别好的就是2排啊，就是这2个扶手呢都是电动调节的，但不过按的话呢是需要长按一会儿，就你按一下它是没有反应的。你看，基本上啊2个扶手伸上去，中间这个通道的距离还是很宽敞的。这个中间通道的距离可以说是同级最宽了。好，那现在呢，我把2排的座椅调到膝部2拳，我们去看一下第3排空间。我现在来到第3排，膝部空间还有1拳有余，头顶空间也有1拳多啊。就我个人是觉得，它相比于同级的6座 SUV 来说的话，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坐垫高度是够高的，基本上对大腿的承托很到位。就很多的6座 SUV， 其实成年人都会有种坐小板凳的感觉，但这一块的话，对它这里并没有觉得很憋屈。还有就是它的地板是全平的，而且呢，它的靠背，如果你觉得坐得特别立的话，你也可以稍微的往后调一调。当然，你要确保你的后备箱没有很多的行李啊。再来说3排的一些配置，比如说3档的座椅加热、杯架、
Type C 的接口以及这个出风口啊，这些都是有的。我们自带了一个26寸的大箱子和一个24寸的标准的这种登机箱。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比如说3排满座的这种情况下，来看一下2个箱子能不能放下。就是你看左右两侧，其实放一些包啊，这些也能够塞不少。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关上，完全可以关闭啊，没有问题的。除了说上方的这个容积可以放行李箱，它下方还有一个这种小的一个储物箱，像放下一些工具包啊，这些也没有问题。而且这辆车呢，它在左侧是安排了一些按键的，比如说3排座椅的立起啊、躺倒啊，以及说便捷载物啊。它这个空悬的这个行程啊，就是相比老款是有提升的，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你按下之后，基本上它这个反应的时间特别快啊。你看，现在就已经降到最低了，搬箱子也会更加的方便了。静态感受完全新的理想 L9，相比同级车型呢，它有哪些王牌？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全车4个零重力座椅，方式更多样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第3排啊，无论是170还是说180身高的人呢，都能坐下。那第3个，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冰箱，包括说上方的这个滑动的后排屏幕啊，就真的是带娃的神器了。最后看完这辆新车呢，也算是全方位的静态的带大家体验了一番，换个大家手里的点赞不过分吧？那最后呢，你们觉得这辆车啊，新款的理想 L9还能不能称得上同级的这个卷王呢？